今天来给大家简单分享这款 CAR 出品的 KO 的 PE 四变星星，这呢也是之前推出过原色啊，今天来到了黑色的版本。然后至于呢黑色版本它跟原色相比有哪些改进呢？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。除了刚刚看到的本体之外呢，这次它附带了总共4个东西。这个头雕啊，黑色原版的黑色四变呢，它是有这个头雕的。然后这个枪嘛，这是大四变的标配。然后刀呢，之前那个也是带了一把，这次带的这个呢，我觉得跟那个原版 PE 的那个刀相比呢，这个要好一点。原版的这个 PE 在扣的时候呢，手感没有这么好。然后这个是一把枪，这个枪它可以变成小星星。好，我给它稍微整理变形之后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这个东西原版的话，它这个价格也起来了，这次一起给它 K 了呢，也算是一个小福音吧。然后黑色的这个小星星炮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之前这个 CAR 的原色版本呢，它身上呢有几个地方让人非常的不舒服，加上本身 PE 的这个设计呢变形也挺复杂，所以说把玩感受呢是很痛苦的。然后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原版它痛苦在哪儿哈。首先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呢，本身你拿出来之后啊，要把这上面的这里面有个卡扣，你得扣到这个下面。然后呢，它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强度吧，然后这个桩呢就做的空隙做小了一点，然后你把它放进去的时候，大家看。就是我要使很大的力气，这里都扣不进去，非常的难受。这里我建议大家是打磨处理一下以后呢才行。当时是有这个病根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它的脚的这个背后这里啊，这里你把它缩进去的时候呢，这里会非常的费劲，你直接按是按不下去的。这里变成星星的时候是需要缩腿的，然后这里按不进去的话，也会让你很难受。然后这两个地方它拔出来也不太好拔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原版。现在看到了的是这个 PE 的原版，其实当年 PE 的做工也是被很多人诟病的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呢，它有些地方关节调教还不错。你看，首先就是这里，这很轻松就能给它拉出来了。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影响把玩体验的，因为你一旦把它拉出来之后呢，整个身体会成一个 V 字形的，会很帅。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地方，你看 PE 的原版呢，它这里这卡扣和下面结合的时候。原版的这里跟这里呢，它其实结合起来是很轻松的，它也保持了一定紧度，然后你扣上的时候呢，也不会很痛苦。就刚刚一下说话间呢，就扣上了，扣上了之后就保持了稳定性。然后呢，你在人形态再把这个上面整块盖过来了之后呢，这里才会形成一个较好的支撑度，然后这里的活动范围加上呢，就很舒服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原版的这里，这个后面，你变的时候轻轻按一下，这里就进去了。这个地方如果说轻松变进去之后呢，你在变形的时候啊，虽然你本体的背包转换还是会很痛苦，但是整体玩下来的话呢，你也不会很难受吧。然后看到这一次的黑色版本，我们先来看腿部这里，腿部呢，它是把上面的这2个膝盖关节呢给调松了，它也有卡扣，也有齿轮关节啊，但是你明显感受到这个齿轮的这个力度是比较偏松一点的，就是这个紧度不太够。然后下面这一块呢，这里徒手还是可以把它压下去的。然后看另一边，这里还行。所以说这个地方明显是改过了，包括这2个地方。但是这2个地方呢改得过松了，如果说这里再强化一点就好了。但这2个地方改动呢，我觉得就比较好，至少是有提升吧。然后就是肩膀的部分呢，肩膀的部分呢，我们把这里拉开看一下哈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里呢折叠过来之后卡过去。它这一次这次要费点劲，但是还好，这边是可以徒手可以弄进去了，这里还行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吧，因为我刚刚时把玩了一下，我发现就扣着不是很顺了，这里把它扣上去看。好，这边呢稍微用一点大力呢是可以扣进去的，还好，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。那么至少呢，就上次的问题呢，就是变形方面的问题呢，似乎是得到了一些小的解决的。但是呢，它新换来的问题就是这个膝盖的齿轮，看能不能再强化一下吧。膝盖的齿轮，因为它腿比较重啊，你拿在手上呢，好像它的自重呢是可以给它弯下去的，这里要加强一点。好，我们来称一下它的重量吧，这一次看有多重哈。重量来到了1200克，1200克真的是离谱啊。然后它的第一版的这个原色是多少？原色是1195克，就差距几克，差不多的。PE 的原版其实也达到了908克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又大又重啊。
然后刚刚漏掉一个地方呢，就这两个地方啊，你拔出来的时候还是很费劲的，相当费劲的，这就很难受了。这两个摆在一起呢，可以明显感受到了右边的这个 C2 的版本呢，确实是有过放大呀，放大之后呢，稍微大了一点吧。然后随之而来呢，重了3大300克，重了300克之后呢，其实对关节的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说它有些地方呢就调得过紧了。我就觉得膝盖两个地方加强一下，这两个地方松散一点，人形基本上是大差不差，没啥问题了。然后呢，跟它之前的原色版本相比呢，放在一起是这个效果。这两个加起来呢，目前的价格呢，可能是在500多人民币吧。这个性价比其实还确实是拉满了的，但是它两个加起来500多，这个原版一个就是1000多呀。它价格摆在这儿，所以说你想要求有原版的体验呢，我觉得确实是有点难的。但是呢，目前的 C2 的这一款呢，如果说能把这两个地方还有膝盖这些地方改良好的话呢，其实还是可以玩的。然后大家之所以要求这个星星这么大的原因呢，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能跟匠型来配吧。这两个站在一起之后呢，其实还挺带感的，他们的风格也比较接近，其实都是偏现代化一点，就没有以前的那么方正。匠型的这个漆面肯定要好一点，这个价格也是它的好几倍嘛。然后这个在目前价格下呢，涂装这些做的还好，但是细看的话还是跟 PE 也有差距。既然聊到了蓝龙呢，说个题外话呀，最近呢我也是入手了一盒新的原版的蓝龙。如果说这期视频大家可以多多帮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，播放量好的话呢，我就抓紧速度把这个蓝龙也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不知道各位想不想看。TA 的这个风格呢，就基本上是原作动画的那个样子了。放在现代化来比呢，我觉得至少在黑色版本下呢，还是 C2 的这个感觉更好一点。好，从原色的版本来看呢，我觉得就是 TA 看起来更舒服了，更有那种老玩具的感觉。涂装和材料呢，摸起来也更舒服一点。说这个两个的选择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自由搭配一下吧。喜欢大的呢，还是选这个；然后喜欢还原的呢，就选右边的。当然呢，这次 C2 的版本的头部呢，我觉得它还是有做出一个亮点的。首先，这个头呢，直接是拿原来的那个原色的头啊，给它改了个颜色。这个颜色之后呢，看起来其实也挺帅哈。然后眼睛的部分呢，这里人家还增加了灯光啊，你把这里按一下，这个灯，这个颜色灯不太明显了，我把它换一个头吧。这个口罩脸开灯之后呢，就能看到光效了，可能是我打光打的比较那个吧。然后呢，它这个眼睛呢，在下面就是接近口罩跟眼睛接触的地方呢，这里的漏光没有做好，但是还是能发光的吧，算是一个噱头了。然后这个头雕呢，我仔细来看了一下呢 ，P1 的这个版本呢，两边也有这个黑色 ，P1 的版本两边也有黑色，但是它做的不明显，所以整个口罩呢形成一种勾边的效果。然后 C2 的版本呢，它这个线呢，它直接是直的，所以说就看起来要突兀一点，稍微倾斜的幅度有点变化。节目的最后呢，我再给大家测试一下它的关节哈，大家听一下，这里还是比较清脆的。然后呢，手臂这里可以动，然后手指的紧度也还不错，没有那种很松的，但是你每根手指掰开，稍微还要费点力。腰部，它这里腰啊是有东西锁住的，你把它解锁之后呢，腰部是可以左右，所以说这个设计啊，你仔细听，腰部还有齿轮，但是它这个设计呢，它本身这个裙甲是从那个腰的后面这样伸出来，然后这个腰这里有锁住的，所以这里一看是有个锁扣的，所以说平时它这个可动性呢，它不会推荐左右转腰的，这设计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腿部，大腿。它上半截的支撑其实可以的，侧面的话，侧面它腿太重了，然后这个膝盖就是有点偏软，腿部左右接地，阻尼感还行。好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们就把那个原版的关节测试一下吧。原版的它这里，首先这里很舒服的手感，然后手臂，它没有那种弹簧齿轮的感觉啊，但是应该是弹簧的。然后这里。但这个老的版本呢，我这个是玩了很多年了，这是我买的那个初版，所以说关节可能是要松一点吧。原版的侧抬这个力度可以，原版侧抬这个齿轮力很舒服。然后膝盖，它膝盖呢，原版的膝盖力度也要舒服一点。然后左右这边有点稍微松，手指这些都还好。这个原版其实把玩下来，这个星星人形态，你只要不去变形啊，它把玩还是很舒服的。这个泡有点松。
变形的视频呢，其实在我的频道我已经拍摄过很多次了。这一次我确实是不想再经历这个痛苦了，我就不会变它了。它在我的柜子里面收藏了，主要也是这个人形态吧，人形态下很帅。这款玩具呢，我觉得呢，比起它最早的这个初始的版本呢，它这个 KO 比起初始的版本呢，就两边的肩膀的部分呢，稍微有一点进步，但是呢，它抬腰的那个肋骨的地方呢，那个关节还是没有修复。然后膝盖的整个膝盖本身的支撑力度呢，有待加强。但是在变形，就它变形所设计的几个关节呢，又稍微调松了一点，稍微变形体验应该会好一点。然后整个的颜值的话还是在线的吧，然后加上它多上的这些配件，包括这个小星星啊、大枪啊、刀啊，还有替换的头雕，头还能发光呢。所以这个东西它的价格呢，如果说是在200多的价位呢，还是一款挺不错的产品的。但是你想跟原版比的话呢，最好还是去体验，就实在要追求把玩体验，还要追求这个美型度呢，那就原版吧。原版也没有比它小多少，其实也给大家相当于简单评测一下吧。之前原版的详细评测我也有做过，这个看大家自己个人选择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简单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